塔瓦纳万没想到，自己问叶晨的问题，叶晨没有回答，竟然反过来问上自己了。非法移民的问题跟 LGBT 差不多一样敏感，他可不敢乱说什么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否则必然会被人抓住把柄攻击。于是他一脸严肃地说道，我觉得移民问题应该交给美国政府来处理，美国有专门的法律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只要他们在执法过程中确保公平公正就可以了。说罢，他不禁有些得意地看着叶晨，反问他，所以叶先生对 LGBT 到底是什么态度呢？叶晨笑道，你如果非说一切交给法律，那 LGBT 的问题你也没必要问我，更没必要出来呼吁什么，一切不是都有法律吗？对不对？有法律解决的事情交给法律，我们该干嘛干嘛，法律的事别瞎掺和。塔瓦纳一时语塞，没想到自己完了，叶晨也跟着有样学样，而且他听得出叶晨的话里似乎也在指责自己多管闲事。就在他不知如何应对的时候，叶晨又道，其实你说把非法移民问题交给法律也是不公平的，最起码你个人在对待 LGBT 和非法移民的时候，把他们摆放的位置就不公平。没有不公平啊，塔瓦纳立刻反驳道，我的意思是每一个群体都是要充分尊重的，然后再适配相应的法律法规，就会更加稳妥。叶晨笑道，你们这些明星经常站出来呼吁美国各州为 LGBT 修改法律条款，但我从未听说你们站出来为非法移民呼吁修改法律条款的。你们要求政府为 LGBT 平权，这很好，很人道也很美利坚，但为什么你们要区别对待 LGBT 和非法移民呢？难道非法移民就不值得你们呼吁一下，去为他们修改法律条款吗？你们之所以区别对待 LGBT 和非法移民，难道就只是因为非法移民没有美国国籍吗？如果你们的所谓平等是建立在拥有美国国籍的基础上，那这个平等是不是太儿戏了一点？塔瓦纳一下被叶晨一连串刁钻的问题问住。他虽说在娱乐圈叱咤风云多年，唱歌的本事世界顶尖，但从他能以偶像的身份去刻意影响粉丝的价值观这一点，就能看得出他不是那种真正信仰李菊福的人。何为李菊福？就是你抛出任何观点都要有理有据使人信服，如果你只是扯着嗓子说要怎样要怎样，但又说不出个4、5、6来，那基本和耍流氓没什么区别。一脸郁闷地思考良久，塔瓦纳才开口说道，你知道的， LGBT 群体的意义更广泛一些，我们支持 LGBT， 支持的不只是美国的 LGBT， 是全世界的 LGBT。 叶晨点头道，是，我说的非法移民也不单指到了美国的非法移民，而是世界各国的非法移民。所以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塔瓦纳悠悠地看了叶晨一眼，本以为他就像前2个女士一样，很容易就会被自己煽动，然后顺着自己说几句支持的话，这件事儿就这么完美的过去了。可哪想到这家伙竟然是个扛精，跟自己抬起杠来没个完了还。叶晨见他一时无言以对，于是便开口道，斯维特小姐，如果我刚才的问题很难回答，那你也可以不用回答我，不过我倒是有一个问题，需要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塔瓦纳赶忙道，你说吧。叶晨问他，在你眼里，非法移民和 LGBT 是不是平等的？你只需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塔瓦纳又有些纠结，说是平等的那是扯淡，大部分美国人都不喜欢非法移民，或者可以说这世界上大部分在本国生活的人都不会喜欢偷渡来本国的非法移民。可虽然这是事实，但话不能这么说啊。在西方，很多你不喜欢的人和事，你都不能说出来，就好像你作为一个女人，不希望女扮男装的人跟你一起进女厕所，这逻辑很正常，也100%正确。可你不能说出来，你只要说出来，就会有一大堆圣母跳出来对你口诛笔伐。她男扮女装已经很可怜了，进了女厕还要蹲着撒尿，这么辛苦你还不让她进女厕，你他妈还有良心吗？
塔瓦纳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并且成长为巨星的，他对这其中的道道再清楚不过，于是他只能违心地说道：我觉得非法移民和 LGBT 都是平等的，毕竟大家都是人类，人类就应该平等对待。叶晨点点头道：你能有这样的态度再好不过，我觉得应该有人把我们的对话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让所有人知道你对非法移民也非常支持。而且我记得你几乎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公开指示 LGBT， 我对你的做法很敬佩也很赞同。不过既然在你眼里非法移民和 LGBT 是平等的，那为什么我以前从没听说你在演唱会上公开为非法移民发声呢？塔瓦纳不太自然地说道：这个世界上需要关注的不只是 LGBT 和非法移民这两个少数群体，还有许许多多的少数群体需要我们去关注。我也不可能在演唱会上公开呼吁大家关注所有的少数群体。是，叶晨点点头，问他：之前你没关注到非法移民，我自然不会指责你。咱们抛开过去，只谈当下。既然你今晚要开演唱会，那你可不可以在今天的演唱会上为非法移民发出一些声音？你能不能不遗余力地呼吁美国各州甚至世界各国完善法律，给予非法移民更好的人道主义救助和保护？说着，不等塔瓦纳回答，叶晨又继续道：我听说美国那些非法移民本身就身无分文，去看病还要承担昂贵的医疗成本，有的人生病了去医院找医生，医生只是跟他聊了几句，救了他一张几千美金的账单，这实在是太不人道了，真是令人啧舌。在我们国家，一套肺癌早期切除手术的全部费用也就几千美金，美国的医生跟非法移民聊两句就收这么多钱，这有点太不像话了吧？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呼吁一下，让美国政府赶紧用纳税人的钱给予这些非法移民完善的人道主义救助，包括但不限于舒适的居住环境、充足的食物供应以及免费的全面医疗。你觉得呢？塔瓦纳表情已经惊得瞠目结舌，他一是没想到叶晨切入点如此刁钻，二是惊讶于叶晨刚才说的那一系列天方夜谭，让自己呼吁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养非法移民，还得是养得白白胖胖、膘肥体壮、没病没灾。自己要是真这么说了，以后还回得去美国吗？这不等于要从全美国人的饭碗里抢一口吃的出来，给那些非法移民吗？打死自己也不能说出这种必然被全美唾弃的言论啊！一想到这里，塔瓦纳便迫不及待，想要赶紧结束与叶晨的聊天，大不了关于他的视频就不放出去了，总比一直被他这么咄咄逼人，对得无言以对要强吧。于是他尴尬地咳嗽两声，开口道：叶先生确实很有人道主义精神，不过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是要交给美国政府去负责。我能做到的就是呼吁人们不要相互歧视。塔瓦纳的男朋友崔佛健，自己的心上人一直被叶晨压一头，于是立刻开口说道：叶先生，你归根结底还是没有回答塔瓦纳的问题。你之所以咄咄逼人地提起非法移民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想间接表明你内心深处其实根本就不支持 LGBT。 我说的对吗？听到男朋友为自己解围，并且瞬间反被动为主动，塔瓦纳松了口气，同时一脸爱意地看向崔佛，心中感慨，这才是我的男人，在关键时刻能为我抵挡一切。于是他看向叶晨，趁热打铁地补刀：叶先生， LGBT 在很多地方都是受到歧视的，所以我们必须旗帜鲜明，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们，才能让他们拥有平等的权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不愿表露态度，不愿给予他们自己的支持，那他们的将来又该何去何从呢？此时叶晨看向崔佛，笑着说道：我不清楚你们的 LGBT 具体都代表什么，但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和斯维特小姐，我对每个人的性取向都表示尊重。
毕竟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同时也是每个人自己的私生活。既然是私生活，就不太适合总是拿到公共场合来讨论。说着，他看向崔佛，问他：你喜欢男人还是女人？崔佛眉头一皱，下意识地说道：我当然喜欢女人。叶晨笑道：你也可以喜欢男人，这是你的自由。如果你真的喜欢男人，那我也表示理解并尊重。我真不喜欢男。崔佛脱口要解释，叶晨没给他机会，继续道：你不用跟我解释，你可以喜欢男人，我只是觉得你不能每天跑到大街上高喊你喜欢男人，甚至还去鼓励其他男性跟你一样喜欢男人。毕竟大街上还有很多小孩子，他们的价值观很容易会受到年轻偶像的影响。当年你们西方那些摇滚乐队和嬉皮士以吸食违禁品为荣，结果呢？结果就是美国现在每年有超过10万人因为违禁品丧命。如果未成年人受你们的影响，错误选择了性取向，甚至错误地选择了不可逆的变性手术，你们会为他们负责吗？显然不可能。所以性取向这种东西本身就是成人话题，无论支持与不支持，都不该在公共场合讨论。你们总在公共场合提及这些话题，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更何况你们远远不止公开讨论这么简单，而是时常伴有鼓动和怂恿。崔佛连忙摆手道：我没有。叶晨冷声道：我看过新闻，你们甚至怂恿个别州通过法案，让未成年人可以绕开监护人的监管，自由改变性别，甚至还有专门的基金为他们提供手术费用。这不是怂恿是什么？说着，叶晨语气有些咄咄逼人的厉声道：在我看来，你们这种行为已经不是在保护性少数群体了，而是在生产性少数群体。你们意在人为的批量产出更多的 LGBT 来扩充这个队伍，你们这么做到底是何居心？